本节目由15W 电竞门户出品。说起 UZI， 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关键词无疑是世界第一 ADC， 技术好，脾气大，爱喷人。UZI 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一把双刃剑。S3、S4 赛季两获世界亚军的他，在 S5 赛季加入黑暗军团 OMG 后，真正体验到了黑暗的滋味。S5 世界总决赛的舞台少了那位让国外解说惊呼逆天的中国 ADC， 让不少玩家倍感遗憾。S6 赛季加入以团战著称的 QG 的他，能否重新起航？本期的赛场外，我们一起走进 UZI 的内心世界。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别问这种问题。我觉得我抗压能力特别的差。输了比赛就是会很气吧，就很郁闷。过来了就知道我脾气很大，能来的话也知道这个点，就会很包容我吧。你如果真的很菜的话，就应该更努力。对OMG都不太想去赢吧，因为我觉得不信任我了嘛。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的，跟他们也融不到一起吧，就很不想就是待在 OMG 那边当替补或者什么的吧。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打好自己的，就自己尽量去融入团队吧。我觉得，如果你对一个游戏没有了很认真的态度的话，我觉得真的这样更不好吧。我觉得。两个世界亚军是 UZI 和皇族为 LPL 赛区带来的荣耀。当时的 UZI 犹如拥有无限开火权的科比一样 carry 队伍，激烈的争吵、队内矛盾，这些在皇族都有过。但不知为何，这支神奇的皇族却总能在世界舞台上走到最后。我觉得当时我们在当时的时候就是也应该算是挺强的吧，因为我们队里就是打法就是很保我嘛，然后大家都会很信任，然后就是大家打起来就很顺畅吧，就这样。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AD 特别强嘛，那个版本，然后就我们最早玩的时候就一直用这个，然后他们感觉我也能carry吧，就慢慢的就适应下来了。当时我们队里其实也吵架，就吵得很厉害，但是大家吵完以后，后面还是会正常去打嘛，就当时还是都是很想赢的。感觉还挺好的吧，因为第一次进这么大的比赛嘛，然后当时就还是挺开心的嘛。当时我们就可能战术方面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是当时想的可能我们就随就是很轻松的去打一下嘛，就去打一打，然后就没有想特别多，然后去打了以后才发现就是差距特别的大嘛，就我觉得个人技术方面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就不会差距到特别的大，主要还是看战术方面嘛。我就觉得其实当时我也在打之前我就知道他们会退役，因为他们都说好了的，不管就成绩怎么样都会退役，因为当时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打不动了那种感觉，就已经觉得打挺久了啦，想退役。有跟他们说过，但是就是他比退役以后外特就退，然后就连锁反应嘛，就没办法，觉得就挺强的吧，比当时我们皇族的队员其他人强吧，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然后就过来了。没有了解，就只知道英赛好像当时就在我还没有打职业的时候很厉害吧。就是吵有过，但是发生矛盾就是没有特别严重的那种吧，就是因为我记得最深刻就是我有一次比赛，因为我自己就一个失误输了比赛嘛，就导致因为那次就很严重的失误嘛，然后就导致就是也有吵过，然后过了好几天就大家才和解吧，算是。当星球之光遇上 UZI， 结果就像火星撞地球般两败俱伤。S5 赛季 UZI 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引爆了那颗在 OMG 内部埋藏已久的定时炸弹。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无缘世界大赛，这让 UZI 上了宝贵的一课。因为当时在皇族最后一天转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找新的队员嘛，我觉得这些队员就是
在这么多韩援过来，然后其他队伍都在换人的情况下，我们队再不做点什么，我觉得就应该是没有成绩的，然后就当时就换了。那你觉得当时最应该就是要做调整的是什么位置呢？我觉得挺多的，当时反正就矛盾也有吧，然后队里也不太和谐，然后大家都感觉大家也都不太想认真去玩去打吧。但是就过去以后，其实也都挺强的，只是我们这样子的战术方面就是很难完善。那你我觉得在 OMG 真的待了有1年，我觉得就跟待几天没区别，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他们啊。就他们对你好吗？没有好不好一说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一天下来1-2句话都讲不到了，然后放假啊大家也不在一起吧，反正我就是跟他除了你之外，他们彼此也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跟他们所有的队员就关系都没有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也去做了一个 OM 决赛嘛，当时你没在，他们都说他们膨胀了，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膨胀过？我觉得有吧，因为毕竟去那个队伍，然后大家搞了那么多说的就什么全华班，然后压力很大，而且你比赛如果发挥的不好什么的，感觉啊，那别人就会说你，就这样子吧，我觉得。那你有提出过什么希望大家改变？我没有提出过，但是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就对你的队员很不和谐嘛，就这样。有自己的问题吗？有啊，反正都有问题啊，就肯定不是个人的问题，个别人的问题。因为在那里打起来，反正就是他也不听你的，然后打法也不适合你，感觉打起来2个人就完全是不合适的，就没必要打。那容不得一丝失误的强迫症，让 UZI 情绪非常容易失控。虽然他认为自己的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版本的更迭和职业选手平均水平的提高，让他无法像以前那样 carry 队伍。对于新队伍 QG， 他只希望能融入团队，只要能赢，即使没有华丽的数据，甚至是做替补，他也愿意。一下就是你刚刚一直强调你打比赛非常认真，你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原因，你特别看不惯那些人打得不认真，然后你就会发脾气，就会说他们？我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玩起游戏来，我自己失误或者是别人一个失误，就会导致我在后面就是会影响自己的状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强迫症，你是个职业选手，你就不应该这样做出这么低级的失误。对，我真的是感觉有点强迫症来的。我觉得就我是对游戏就是太想赢了，太认真了。如果真的就是无所谓输赢的话，就那种，就我就肯定不会爆炸了。我是只是每一盘打了就很认真嘛，觉得然后就如果队友或者自己有点失误，就会感觉就不应该发生的，然后就会导致自己心态越来越差，就很急嘛，就会。我觉得没有说真的就是世界第一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就是算很强的那一种吧，因为你在一个4保1的队伍里，你不强的话也不可能的，你就算不强，他也能够打到世界决赛，还用这个战术，我觉得你都会被锻炼得很强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让我压力很大吧，就我觉得就是以后还是自己不要去在意这些，就打好自己的，然后不要去想着真的是一个人很 carry 啊什么。对，就是如果被针对的话，你就会感觉很不爽嘛，然后可能就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态。你的粉丝多，当然是黑你的人也多，就是你怎么样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东西吧，因为我就反正就玩自己的，我每次玩不爽了，我就是真的不想玩了，我就挂机啊或者什么喷人，我还是会做的，我就不太好吧？你这样说，但是你还是会做是吧？对，我就如果真的特别上头的时候，我还是会，真的是忍不住了，我真的还是会去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好多了吧。我以前就玩游戏就玩得很不爽了，就很憋屈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就我现在的话是好很多了。我以前就是不管是只要一点失误就会说，我现在就是尽量还是压制一下吧，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不失误了，就我自己也很容易就出失误嘛，就还是要互相理解一下。那你对 QG 这个队伍是怎么评价？
我从比赛中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中野特别强吧，我觉得就能融入他们的团队就行了。一开始让你先打替补，你自己能接受吗？可以接受。这个版本跟以前很不同了，就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直其实是没有退步的，因为以前的游戏玩法跟现在不一样的，以前的就是其他队伍的职业选手那些就可能个人技术还没有到达顶峰，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都已经起来了，我觉得还能在现在的版本就是打出点成绩的，我觉得都是挺厉害的。我觉得就自己能够继续进步吧，然后就是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进步。我觉得现在每个队伍磨合好都是很大竞争力的，因为这个游戏真的不是就是说什么队伍赢不了，就是很菜的队伍就赢不了你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能完全说死的。